比特币弱势反弹后，行情会怎么发展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从日线来看的话，可以发现我们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啊，比特币它又往下测试了一次。我们之前有谈到暴跌过后的最低点啊，也就是大约在25300-300美金的位置。那我们在昨天呢又回来测试了一次，这种回来测试前低点，也就是踩实之前针尖的位置的状况呢，其实我们在暴跌过后，我们就有为大家讨论过这种情况，而且这种情形也是我们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那我们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也获得验证了，所以这种情形就可以告诉我们了，当暴跌的时候，如果持有空单，其实我们还可以再拿一阵走。如果说我们没有在好的位置止盈的话，因为我们暴跌下来的最低点呢，它非常非常有可能还会再踩回来。那为什么呢？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波插针啊，其实它有很大的力量是来自于期货空头的平仓而导致的反弹。那这种反弹呢，它并不是真正的需求，它就没有办法持久。那不持久的这种上涨，它最终呢有非常大的几率还是再被踩回来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呢走的下跌过后的行情呢，它是非常非常的弱势。我们其实可以把一个水准给标示出来啊，大概就在这里。如果换算成价位的话，大概是在26200美金左右的位置。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在前期这个地方啊，有非常明显换手的动作，像你可以看到这里有支撑，然后这里有踩成支撑了。那这个地方它也有把原本的支撑换成阻力的动作。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个位置上不去。如果我们把级别切小一点点呢，就可以发现哦，其实我们连反弹啊，我们连前一个互换都没有站回去，就在这个互换给受阻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弱势的行为啊！而且呢，其实我们现在下跌过后啊，所反弹的高点啊，大概是在取个整数，大概就在27000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会认为呢，当我们的价位啊还没有反弹过27000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一波下跌啊，它就不能说是结束，或者说不能说是告一段落。我们这波下跌要告一段落呢，至少都要回到27000的上方。那以我们当前的行情呢，其实绝对有我们再次下探到更深的位置的可能性。好，那我们再把级别呢，我们切回日线，切回日线呢，我们又可以发现我们在当前它来测试了25000的位置25000呢，其实在周线上还有在日线上呢，都是很重要的互换。那如果呢，我们现在要开启反弹的话，我也会认为它要回来几次，然后把原本的这个低点给踩实了，也就是针尖的位置。这个针尖大概在25200-300美金的这个位置。我认为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复盘过去我们要开启反弹，其实它都是把针尖来回又踩实了2-3次之后，它才开启反弹的。那我会认为这次呢，也非常非常有机会是不例外的。像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呢，在 FTX 事件之后呢，下跌，它立刻就来了一个反弹。不过我们后续针尖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它其实又回来踩实了非常多次。OK， 我们如果用一条水平的白色线来标示的话呢，好，我们把这个价位，我们把它强调出来，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下来第一次之后呢，又经过了第二次插针，然后再来第三次踩实之后，我们才开启上涨的。它并不是立刻就开启上涨。那即使我们开启上涨之前呢，它也是经历过踩实的动作。那当然，我们也有后面前面的几次的暴跌的行情呢，其实也都是如此。像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呢暴跌下来过后，大概在20000的这个位置呢，下跌第一次，然后第二次来踩实了，第二次又踩实了，我们后续呢才开启反弹的。其实我们有很多次的暴跌呢，都是走着非常非常相似的行情针尖的位置呢，它要开启反弹，它都会走几次来回的踩实的动作，那我们后续才会发生相应的行情。那其实我们当前呢，我会认为如果我们要开启反弹的话呢，它也极有可能再回来把我们之前所创出的这个低点给踩实。那如果踩了几次没有下破的话呢，其实就是我们
空单啊阶段性止盈的位置了，因为我们刚刚有谈到嘛，25000这个位置呢，它在周线上、日线上都是很重要，大家一定会最关心的水准。那我相信它来测试的第一次哦，如果我们放大级别来测试的第一次呢，我相信它是比较难下破的。那如果开启比较好的反弹的话呢，才会是我个人呢认为非常好的入场的时机。毕竟我们还在创新高，这段下跌呢，确实是有机会判断得出来的。但是你也知道，行情发生的时候呢，是在我们东八区的5、6点的时候，对，差不多，因为我半夜的时候睡觉，它还是没有发生行情的。是这根有啦，但是下面这根下来是没有，这根下来是确实对我们这个时区的人来说呢，真的比较不容易抓住的。如果你没有在前面就开好仓位的话，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我们现在走的这种弱势反弹我认为它是很危险，它很有机会如果说它没有开启反弹的话呢，那它很有可能就在我们测试低点的时候直接就下破了，因为我们这个反弹真的是很弱的，像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它碰到支撑，开启了弱势反弹过后呢，它直接就开启下一波的下杀了。那我们在这个位置呢，其实如果我们反弹又像现在这么弱势，迟没有办法回到我们的互换，或者说我们的27000没有被突破，没有完成阶段性的停止的话呢，那么这种弱势的反弹我们在后续继续走空，或者是说弱势的反弹之后呢，继续走空的可能性这种也是有的。那这种我们要慎加的提防所以我现在的交易计划呢，就是做多抄底，这个肯定是不做的，因为现在的反弹太弱了。那么如果做空呢，现在的价位肯定是并不适合了。那即使方向是对的，这个也会让人非常的担心那最好的情况就是有一个不错的反弹，那这种时候呢，才会是非常非常好的入场时机。那其实现在呢，也不是说完全不行我们现在如果说还是很弱势的反弹的话呢，直接下破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要下仓位的话呢，那么仓位就要比较小了，毕竟这个入场价确实是差了很多，跟上面的人来讲差了很多。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